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 我现在人在威尼斯机场。我这个周末和 Oscar and Rain 一起来4天3夜的旅行。我们的第一站是 Dolomites 多罗米蒂，因为我人老了之后很喜欢爬山以及那种诡异的山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取我们的租车，然后开车去 Dolomites。这个机场呢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去到达层的洗手间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马桶冲水功能坏掉了，然后每一个马桶都是一坨一坨的，所以就有点恶心。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冲水功能又好了，所以说，如果来威尼斯的话，请做好准备，他们不太好的洗手间。这个机场的租车的 parking lot 也很奇怪，它是一个独立的建筑物，需要经过一点的步行，从 terminal 才会到这个楼里面。好热！现在我们在车里了 ，Rain 坐在后面，然后旁边是 Oscar。我们现在要开车去多罗米蒂。差不多要2个半小时的车程。今天我们安排的行程是先去一个湖，叫做 Misurina， 下午再去爬一座山，叫做三峰山，也是一个蛮著名的景点。那我们开车出发吧。我觉得在意大利开车真的好心累。首先，他们的车道都非常的窄，我觉得这边的车道就很像我去年去日本的时候开去富士山那边的车道。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们在开往山里的途中，所以道路的情况都是比较的弯曲的，不是那种直线，所以说我不是特别习惯这样的道路，因为我在美国开车的时候都很宽阔，然后也没有什么车，这边的车就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来意大利开车一定要小心，而且我很推荐在意大利租自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的话就会很心累。经过了2、3个小时的开车的路程，我们终于到了第一个景点 Lago di Misurina 米苏里纳湖。这个地方停车很可怕，因为它并没有什么公共停车空间，所以说需要停在路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邪。然后但是很漂亮，后面有很美的山。这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Misurina， 这里有一个废弃的饭店。我觉得整个这一个 Dolomites 开车过来的一路，就感觉很像日本的那种温泉乡的感觉。这个湖的水我觉得蛮清澈的，因为我在湖边这个位置是可以看见湖底的沙粒的。这边有一个廉价的游船港的小摊贩。我们目前坐在这个湖畔，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卖店。就这个店可以有一种坐地起价的感觉。但它这个还好啊，这个价格。对，就很正常的价格了，不过，但是就是它是一个 cafe， 然后也是一个纪念品店，同时2合1 function 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厕所需要收费好像，然后有一个胖男人，就是守卫着那个厕所的入口。
我觉得就很烦这一点，在欧洲大陆的话，很少有厕所可以免费使用，所以我就很怀念亚洲那边一直都会有免费的厕所。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地方，就是我身后的三峰山，好像应该是身后的吧，因为还要走一段路。然后这个地方开上来的话，需要支付30欧的停车费，30欧元哦，真的很贵。停好车之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步行。其实不是说要来爬山，而只是来走那种的观景步道。我们现在在走一个莫名的道路，我也不知道尽头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然后奥斯卡有一点恐高，因为旁边就是这样的悬崖，所以我走了那么久，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三峰山到底在哪里。因为后面其实不仅只有3座峰，好奇怪的地方。我们来到了一个比较靠边角的一个有绿色草坪的地方。但是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壮观的景色，景色和刚才是一样的。你觉得呢 ，Ray？ 对，我觉得还没有刚刚那里好。对，我觉得就有点像墓碑的感觉。对，就很像一个墓碑的这个位置，但是就可以看到后面全部山峰的景色，但是也没有必要特意这样子走过来，所以说就不要走过来。对。这是我们刚才在的地方的另外一侧，就是这样的一个悬崖的感觉，后面的山就很好看。我觉得冬天有积雪的话可能会更好，夏天的话就有一点沙砾的感觉吧，因为都是那种白色的岩石以及用雨水或者是雪水冲刷过的悬崖的感觉。哇，这边真的很美，而且空气好清新。后面是这样的山，我们回到停车场了。我觉得三峰山这个景点就还蛮不错的，过来看一看山景以及拍拍照。登山的话，我比较喜欢就是有一个目的性的登山，就是有一个海拔或者是有一个最高峰的地方。但是这里就比较类似健行或者是远足，就可以无边无际的走。可能都可以走到山的另外一边去，但是整体环境很不错，夏天人还蛮多的，不是很宁静，然后但是拍照的话也不会拍到别人，所以也还不错，推荐大家过来。我觉得呢，夏季还是轻易不要来Dolomites，有很多车，而且都是那种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来这边旅行的欧洲人都是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就是那种做很奇怪的事情，开车也不是很顺畅。虽然的确很美，但是我觉得可能秋季来会好一点。如果喜欢户外健行的话，然后冬天来滑雪，可能人又会很多，所以可能春秋季反季来旅行比较好。窗外其实还蛮美的，但是被堵在路上就很烦躁。The next day.现在是我们在多罗米蒂的第2天，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行程是在一个山谷里面进行健步的活动，这个地方叫做 Valunga， 就是在2座大山之间有一片平原，就是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其实呢，说实话，我觉得昨天经过1天之后，以及开车，我就对多罗米蒂的山有一点看倦了，而且开车真的太难开了，全都是山路，
转来转去，而且很容易会导致晕车。Hello Ray， 你有晕车吗？我平时不晕车，但是我觉得这个山路18弯实在是太迂回了，我真的有点想吐。对，而且作为司机，我本身的话就有点非常的 frustrated， 真的太烦了，就是很多车，而且前面会堵住，然后就很慢，也不是很好开。今天奥斯卡的心情怎么样？我很好 I feel great. I didn't eat too much sugar at breakfast, so I don't feel sick. And it's very pretty, and I'm not climbing a mountain that's scary. It's nice. Cool. Rain is too far behind. 快走！没有睡够。这里有一个很小的教堂，是不是践行途中如果有点无聊的话，可以进行礼拜的活动呢？哇，但这样看真的很漂亮哎，因为小教堂后面就是很高的山。哇哦！我觉得来了意大利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地方可以买到那种500毫升以上的 Ice Americano， 我们都很需要一大杯的冰美式，因为就是他们只喝 espresso， 然后不然就是 cappuccino， 但是分量都很小，然后我们就很困。远方有一只奶牛，然后它的奶子好大，就是很丰满的乳房，我觉得好可怕。哇，好大一只！好恶心。我现在站在一块岩石上，庸才经历了千辛万苦爬了上来。就是这样的一块岩石，然后看上去不是很高，其实还是有一定高度的。但是爬上来之后，也并没有感觉有任何不同的风景，其实风景在下面是一样的，所以就有一点没有意义。我们在早上去完那个山谷健步之后，现在来到了一个小镇，叫做 Otissi。然后呢，我点了猪肘，巨大，可以看到吗？No this。我会帮你吃一点点。对，因为呢，在这个地区就是比较类似奥地利以及德国的风情，不是很意大利。然后看到那些建筑，我就特别想吃猪肘，因为就很德国。然后果然没让我失望，就是那么大。所以来这种奥地利、德国之类的风情的国家，就一定要点猪肘。我把猪肘吃完了，但吃得好腻，然后分了一部分给了Ray。吃完饭之后，我们现在在 Otissi 小镇闲逛，然后这个小镇的风情就是德国、奥地利的风情，然后看到这样风情的建筑，就让我想吃猪肘。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午饭吃到了猪肘，而且我觉得比德国买的好吃，因为德国那边太咸了。Rain 在买 gelato， 他在我的身后买 gelato。但是我真的吃得太饱了，所以我完全吃不下冰淇淋。
在刚刚的小镇吃完午饭，并且闲逛了一下之后，我们就来到了下午的观光景点。我们现在目前的位置是在刀锋山的北面，因为呢，它的缆车其实是在南面，就是在刚才的小镇的位置，可以搭乘缆车到刀锋山的山上进行观光。但是呢，奥斯卡很害怕缆车，因为它有点恐高，所以在北面这边登山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登山都是在这样的树林的环境中，就看不到悬崖之类的。在登山过程中，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边的登山客都非常的不友好，就是每一个人都给你一个 bitch face， 然后就不会和你打招呼之类的。在别的国家，每次登山的时候，大家都很笑容满面的感觉，然后会打招呼，但这边就不会，所以就觉得有一点奇怪。其实 1 hour later. 在登山登了差不多1小时20分钟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就是我身后有一个这样的 Refugio， 就是一个小屋子，然后里面有一些餐厅，和其他的设施，然后后面就是刀锋山的背面，真的很美，哇，好漂亮！我觉得这个登山真的是非常值得一来，虽然可能会出汗，但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很累，而且非常安全。好漂亮的地方，真的好喜欢 Dolomites 的这种奇景的山，我觉得因为真的高得很夸张，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山峰，好美。我现在在 Refugio 后面的一个花园，然后它这边有一些公共设施，就类似，比如像奥斯卡正在躺在躺椅上，还有 Rain。Hello Oscar。所以这边的风景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feel。哇，好美！还有 Rain。就很美，就是一个这样子非常美丽的构图，就是有山，然后还有一个躺在躺椅上休息的人。我身后就是刀锋山的 North Face， 在北边。刀锋山的意大利文是 Cefeda， 然后刀锋山的背面就是那个缆车，真的好美的地方，而且好大的草原。然后这一边就是刚才的 Refugio， 有一些公共设施在这边，然后下面就是更多的树，还有山谷。这边真的是一个 very panoramic 的一个 view， 好美的地方，非常推荐大家过来登山，只需要1个小时20分钟就可以到这个位置了，耶！所以今天这是我们第2天全部的行程就这样结束了，然后这个位置也是我们参观的第5个地方。The next morning. 现在是我们在多罗米蒂的第3天，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在多罗米蒂安排的最后一个景点 Lago di Baes， 就是一个在多罗米蒂地区最出名的一个湖。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进入这一个山谷的道路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因为里面只有4个停车场，所以我们就是在一开始的 checkpoint 外面浪费了很久时间，因为全部的预约必须要在网上进行。然后呢，他们真的是 daylight robbery， 怎么说是光天化日的抢劫嘛，真的是不如去抢。这个停车位他收了38欧元，然后还美其名曰说是20欧元的停车位，再加一个什么15欧的一个餐券。反正就是无论如何就是在坑游客钱。这个预约的情况是在夏季进行，我看在网上写的是在到9月初的时候必须要进行预约，9月之后就不需要了。所以我
并不是很推荐夏季旺季来多罗米蒂了。我觉得除了人很多之外，这种道路支线真的很烦人。我们目前从停车场走去湖的路上，希望这个湖不会太丑，因为我们付了38欧元的停车费，38欧元，我真的是我付过的最贵的停车费了，我觉得真的太夸张，好多人，我真崩溃了，这个烂地方。我身后就是这个湖了啊，人真的很多，看我后面人超级多。Hello Oscar。Hi Rain， 对，然后呢，技巧就是不要等全部的人走过来，就是后面那边有一个围栏，可以直接翻越过来，因为本身这边湖岸就是可以下来的，所以说就直接进来就好了，就不用等别人从道路上经过。我们来到了湖的对岸。走了一段距离，不是特别远，但是问题是，有很多一段是山路，然后有很多的人，以及路途非常窄，还有一些非常没有公德心的父母推着婴儿车，其实完全不适合婴儿车，因为有很多的台阶，所以我觉得，这边人很多，反正体验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一个沙滩，全都是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一个 tourist trap， 完全没有意义来这个地方。而且我们支付了38欧的停车费，就觉得不绕湖一圈的话就很浪费这个钱。所以呢，但是体验真的不太好。嗨，所以 Rain， 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我觉得很漂亮，因为那个湖好蓝。然后我刚刚碰到好好看的狗。然后这里的空气很清新，但是它行走的那个距离比我想象中的要远，我还以为可能就走10几分钟，那就可以看完了，原来这是要绕一圈。没错。How about Oscar?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place? Non mi piace， 我不喜欢人太多，我觉得这里不特适的。我觉得你想看很美的湖，你应该去 Slovenia Lake Bled 或去加拿大。这是我们在多罗米蒂的最后一个行程，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在下面留言。谢谢你的收看，拜拜。Right on the cliff's edge. Oh my god, that's spectacular. I get to watch it through a camera lens. Okay, I think about